我的频道开播以来，最核心的逻辑都在讲怎么做房地产投资，怎么样买投资房。一直希望有机会也讲讲房地产投资逻辑以外的内容。前面3期视频讲了卖房的逻辑，这期视频开始，我想讲讲怎么样去买自住房才能不踩坑。真的遇到视频里提到的这几种大坑，那你可就要遭殃了。同时也跟大家八卦一下 Norman 自己在买自住房的时候，这么多年踩过哪些坑。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大家好，我是 Norman， 今天来讲讲怎么样买自住房，以及买自住房过程中有哪些大坑。能主动避掉一个，说明买房的时候你做了功课；能避掉2个，说明你已经是买房的高手了；能避掉全部，你就是 Pro 了。Norman 团队诚邀您的加入。Nice。那么自住房会碰到的第一个大坑，买。自住房可以说是大部分人人生中最大的消费之一了。买自住房既然都已经算是消费了，其实住着开心，满足自己的需求是最重要的目的，不用把升值潜力作为买自住房的首要因素。如果一定要给自住房算一笔账的话，我觉得只要自住房能避免买卖太多次，尽量一步到位，买一套房住个10年以上，而不是住个2-3年就换，已经是巨大的胜利了。毕竟老买老卖，每一次交易会损失7%到8%的成本，最后钱都被谁挣走了来着？加拿大人平均一生中会有5套不同的自住房，大约每7年左右会换一次房，这其实是有点奢侈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尽量减少买卖自住房的次数呢？我这边给到的建议是：第一，换就要大换，尽量一步到位；第二点，换房前做足功课，花一些时间考察，了解要买的区域、房子大小是否可以匹配长期生活需求，不要搞事后诸葛亮。先来说第一点，换房尽量一步到位。大部分人人生中的早期会买 condo 作为自住房，之后在家庭成员数量变动的时候换成 house 或者 townhouse， 然后长期居住。这其实是不错的安排，我也是这样过来的。比较忌讳的就是自住房经常平行调换，没有多大的提升就换一次自住房，或者没做足功课，买了之后后悔，没过多久又想卖。拿我自己举例，回想我到现在为止的人生中，在加拿大扣除炒房时期短暂居住过的房子，以及租房子的时间，我曾经拥有过3套自住房。第一套是 UTSC 多大施嘉堡校区旁边的100 Monell Court， 我在里面买了一个比较破的 condo townhouse。大学期间我大部分时间是住在那里的，后来在同楼我又买了第2套一模一样的房子。2套房子我没用到的房间租给了同学和校友，租金上赚了点小钱。毕业之后我把2套房子卖掉了，还清了多大4年留学的学费。第2套房子在 San Pemberton Avenue Young Finch 旁边，这是一个 condo， 在地铁口，确实很方便，算是比较老的房子。面积呢在 condo 里算是很大的了，差不多有1000尺。我很喜欢这套房子，也很怀念住在里面的时光。第3套房子就是现在给自己盖的一套 custom built house， 虽然盖的这套房子没有让我100%满意，不过它依然满足了我人生中绝大部分的需求。不出意外，我估计会在这里继续住至少10到20年。我的每一次自住房更换，可以说使用面积、总体价值和社区都是比之前有比较明显的提升的。换房呢，也都算是比较有计划、有效率的安排。可以说，在自住房买卖过于频繁这个问题上，我自己的操作算是没有怎么踩坑的。避免自住房换房过于频繁的第2个建议，换房的时候要做足功课，了解自己真正的需求。尤其是如果你换房是因为要结婚了或者要生娃了，需要从 condo 换到 house， 这通常是巨大的 lifestyle 的改变。我会推荐你花点钱花点时间做实验，都考虑清楚了再做决定。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变化实际上是工作上 commute 通勤时间的变化，以及家务活工作量的巨大增长。如果你准备卖掉自己的 condo， 同时还没去买下一套 house， 那么这个时间是最好的做实验的机会。你可以趁着卖 condo 的时间租一个 Airbnb， 去感受一下你准备买房的区域和准备买的房屋类型是不是适合自己和家人的。每天亲自开车或者坐 TTC、GO Train 上下班，试一试这样一个距离能不能接受， commute 通勤时间是不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同时把 Airbnb 的房子当做自己的家，试试能不能保持一个令人基本满意的整洁程度。因为房子变大而增加的工作量是不是可以接受的。这2个问题我在建成了自己的自住房之后，发现都被自己坑了。家务工作量增加巨大，
commute 通勤时间也比之前在多大上班的时候距离远得多。那个时候我走7分钟就可以走到当时的工位。解决这2个问题，我事后诸葛亮的办法是请阿姨和宅在家里居家办公。大家可不要来学我。我的朋友中也不乏这样被自己坑了的案例。有一对年轻 couple， 我叫他们小 H 夫妇，我猜他们现在大概率也在屏幕前看我的视频。这边跟你们问声好。小 H 夫妇的父母给他们出钱在 Markham 买了一套6000尺的大豪宅。其实他们并不想要这么大的房子，打理起来不方便，距离上班的位置也挺远的。不过父母在决策过程中给了一些压力，毕竟父母是主要的出资人和股东嘛。没办法，小 H 夫妇最后还是买了这套大 house。现在他们在自己租的 downtown 的1+1的 condo 中住得可开心了。你瞧这个画面感。大 house 在 Markham 静静的落灰，听说草地都是5倍薪资，政府派人帮他们剪的，长太高了没人管，政府看不下去了，就直接替他们剪了，然后给他们寄了账单。你再瞧瞧这个画面感，美得很。Oh my god！ 所以在买自住房之前，真正的了解自己的需求是多么的重要啊！自住房可能碰到的第2个大坑是自住房买贵了。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会低估问题的难度，这是宇宙中亘古不变的基本逻辑之一。买自住房也不例外，一不小心就容易账没算清楚，钱准备少了。如果你第一次买房，或者找了经验不太充足的经纪人，没帮你算好账，很可能自住房会买贵了，超出自己的支付能力。果不其然 Norman 在年少无知的时候也中招了。我的小红书上讲到过我人生中最大的财务决策失误，那就是自住房盖着盖着超支了。当时也是父母给了一些压力，导致每个地方材料都选最好的最贵的，累计超支了50万以上。还好这部分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当时是通过啃老解决了问题的。自住房其实也是税务上的天坑，毕竟自住房的贷款在加拿大是不能抵税的，一下子让自己背一个过大的自住房贷款，可能让自己的财务压力山大，很多年缓不过来。当然这也阻碍了买完自住房之后未来投资房地产的进程。自住房买贵了其实有多个层面。第一，买房的时候短期内的费用低估了，其实交易费用并不容易忽略，主要就是土地转让税2%到4%，律师加政府费用几千块钱，楼花会多一个 development charge 和 occupancy fee， 这些都是比较容易能准确的算出来的。主要容易低估的其实是买旧房的时候装修升级的费用。现在装修市场的价格跟3年前比涨了不少钱， house 完全重装一套可能要15到30万，看面积和 condition， condo 也经常需要5到10万不止。所以买需要做一些活的自住房的时候，找一个有经验的人帮你做个装修费用的评估，其实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在买房资金之外预留足够的钱。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也欢迎这边联系我。第2种费用是买房之后长期可能被低估的费用，这里主要指的是2项。第一项是每个月还贷款的费用。如果你在2022年2月买了自住裸泳房，贷款选了浮动，那么相信你对我说的低估了长期的费用是深有感触的。大家不能在利息低的时候买一个自己负担月供最大值的房子，要给人生留一点 buffer， 因为贷款还款数额是有可能变的，自己的工作也不是100% safe， 有必要把裁员、经济环境不好这样的因素考虑进来。我觉得让自己买自住房的时候，月供数额占自己的毛收入加其他长期资金来源，比如啃老，这样一个数额总额40%以内是比较健康的。除了月供之外，水电网、地税、保险、剪草除雪也是正常的日常费用，每个月需要付，大家也应该有所准备。第2项费用，维修费用。任何跟房子相关的物件都是有寿命的，房屋结构命最硬，一般来说有几十甚至上百年的寿命。大部分其他物件的寿命一般在15到25年之间。很多时候大家买比较旧的房子的时候，容易低估更换设备的成本以及需要更换物品的数量。尤其是买 house， 更换快寿终正寝的热水器、空调、厨房3件套、屋顶、门窗、水电路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由于 house 不会主动跟大家收管理费，我们更加应该主动结余一部分钱放在 repair and maintenance 维修基金心理账户里，随时准备拿出来用。第3个大坑，房屋结构有 bug。 对于 condo 来说，结构的 bug 主要指的是户型有问题影响使用的房子。condo 的房屋结构大 bug 有哪一些呢？一般来说，最好的户型是正正方方的房子，不要买有钝角、锐角或者弧线的房子，比如这样的。
也不要买浪费面积太大的有长脖子的房子，比如这样的，长得好像一把枪啊。也不要买窗户面积过小的夹角房，比如这样的，正好在直角90度的位置。也要尽量避免大柱子，比如这样的。我怎么觉得这个房子它好像在看我？当然还有其他 random 的 bug 户型，比如这样的，还有这样的。在这里呢，我要由衷的感谢一下 Alias 的设计师。我找 condo bug 户型的时候还挺难的，结果一个项目就把我所有能想到的 bug 户型全凑齐了。这边给你点个赞啊！对于有这样户型的房子，求求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买的时候一定要躲着。对于 house 来说，大部分非承重墙其实是可以拆的，同时也可以添加不影响防火的隔断墙，来改变 house 的布局。内部几乎所有的东西也是可以更换的，漏水漏风差不多也都能修得好，所以 house 很难有特别 bug 的户型和结构，唯独房屋的承重结构是不太能动的，动起来成本巨大。所以对于要买老房子当自住房的朋友来说，一定不要买到承重结构有问题的房子。那么怎么样才能避免中招呢？承重结构有问题最大的表现其实是地面不平，这是由于房屋老化、木质结构长期受力压缩而造成的。承重有问题的房子特点是距离承重柱、承重墙近的位置，地板会比较高；远离承重柱的位置，地板所在的位置会比较低。判断起来并不是特别困难，很多时候坡度太大，我们走上去就能感觉出来。再不行，放个玻璃球或者水平仪都能测出来结构是不是平。如果 house 的1楼、2楼能明显感觉到或者测出来地板不平，这样的房子一定要躲着，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如果是地下室地板不太平，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地下室的地面不平一般不是承重结构的问题，而是水泥没刷平，可以通过重新铺地砖或者地板来进行找平。我从小到大在自己开始买房前，就有幸跟着父母见过和住过很多不同类型的房子。在我 so far 的人生中，买卖自住房基本上可以说没有在结构上踩过坑。也希望屏幕前的你不要买到结构有问题的房子。自住房的第4个大坑，社区没选好。一个房子的学区周围的设施、商店有没有地铁、GO train，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大家根据需要进行选择即可，不容易踩坑。当然，对于比如选学区，你如果有顾虑的话，交给 Norman 都不是问题。这边联系我，我来帮你把把关。剩下不太明显的社区问题其实是治安和距离的远近。我觉得治安方面，自住房是没有办法妥协的，一定不要买治安不好的区，比如 Jane and Finch 这样帮派林立的典型问题社区。这方面我也可以举几个我接触过的例子。我买的第一套自住房100 Monell Court， 其实就在一个不太好的社区。我大学期间有个白人同学就曾经把这个区称之为 One of the worst community in Toronto， 多伦多最差的区之一。这也是属于我当时不懂不慎踩坑了。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可能当时的自住房会买在 STC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大家买自住房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警察局的 Crime Map 犯罪地图，起码要把自己的自住房买在中等以上的社区。这方面华人朋友是很聪明和务实的，基本上华人多的社区没有治安差的，通常好吃的好用的超市也都一应俱全，所以买自住房跟着华人同胞们走其实是很安全的选项。距离方面，通常的问题就是买远了。多伦多的人口是越来越多的，但是基础设施像公路、高速公路的建设是远远没有跟上的。我就有这样一个朋友，自住房2015年买在了 Aurora， 当时他还可以起个大早开车去 downtown 上班，差不多35分钟。后面的故事估计大家都已经能猜得到了。现在再开车去downtown，差不多需要1.5个小时单程，基本上已经不再是一个选项了。这位不幸的朋友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就需要卖掉现有的自住房，因为距离的问题再去买一个更近的房子了。很多时候你以为的距离不一定能一直是你以为的距离。所以为了避免自己买的自住房随着时间的流逝距离自己想去的地方越来越远，通常在预算不变的情况下，房子的状况和房子的位置进行 trade off， 我会选择投票给房子的位置。毕竟每天通勤少30分钟才是实打实的快乐来源。以上就是我能想到的主要的买自住房可能遇到的大坑，有没提到的部分呢，欢迎大家评论区帮我补充啊。点关注不迷路，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